身处分乱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防疫身心灵，我是啾啾。老人家吃东西要注意，不可以呛到。那或者是吞咽功能如果退化的长辈来说啊，每吃一口可能都有呛到的一些风险。而且你看到家人呛到，不少人第一个反应就赶快拍背，或者是喝一点水。但这些做法呢，可能不但帮不上忙，还会让情况更加的严重。而且危险的情况就是有可能如果呛到之后，发现会有反复发烧啊，痰又变多啊，甚至感觉肺好像不太舒服，这个有可能就是吞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专家要告诉大家，哪些现象是吞咽退化的一些警讯，或者是呛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紧急急救，还有哪些看起来是软软的，好像很好吞咽的食物，其实更容易让长辈呛到。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话题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赶快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秀传乐活自然疗愈中心副主任邱伯恩医师。Hello， 邱医师你好。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邱医师你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然后同时呢谈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真的非常重要。我们先讲一讲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吃饭呛到啊，然后而且有可能会咳得很大声，或这样子才会觉得是危险。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就是食物进到我们的肺里面，但是呢，你发现完全没有咳嗽，请教一下邱医师，这可能会发生什么样严重的情况呢？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来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包括年纪是进入高龄化的社会，那所以中老年族群面临到吞咽困难的几率越来越高，那很多慢性疾病也都跟这种吞咽困难有关联。那我们的喉咙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应该算一个很精密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食物吞进去的过程中，它那个经过咽喉的时候，气管一定要先关闭。那有时候水啊、吃东西、食物啊，或者吃一些食物不太合适的时候，它不小心跑错边。那到我们的气管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正常的身体会有一个反射，要想要把那些异物排出去。但是很多的年长者，或是有一些包括一些中风的患者，有一些可能帕金森的患者，他有一些感觉神经的功能是有异常的，所以它的反射功能变得很差，所以食物常常进到我们的呼吸道，它可是没有反应，所以很多时候家人会觉得说，我的长辈他最近吃饭也都没有呛到的过程，可是他过了一段时间，他一直反复的，包括发烧，他有时候觉得有一些很像痰变多，分泌物变多，那呼吸有点喘，那有时候可能一直反复的住院，那检查告诉我们的结果叫做吸入性的肺炎。那所以这种东西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症状跟疾病，所以对于中高年族群其实是风险蛮高的，所以也造成很多的意外的死因啊。所以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莫名的发烧感冒，然后觉得体重下降的很快，那甚至他觉得吃东西是一个很痛苦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到说，他的吞咽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变差，出现问题了。所以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会比较安全一些，对。是，邱医生，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年纪长的长辈，其实啊，前一阵子我也自己在觉得，就是我们在吃东西，尤其像吃蛋黄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干，然后感觉这个蛋黄好像卡在你的喉咙里面，要赶紧喝水，或者是这个蛋白卡在喉咙。所以不只是长辈哦，有可能青壮年也会有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接着下来还继续跟邱医生讨论，因为我们吃饭啊，比如说食物进到我们的嘴巴、食道，在胃里面，那究竟是哪一个关有可能会出问题，才会让我们的食物掉进了气管呢？就像主持人讲的，我觉得这个年龄当然是一个很高的风险，但是其实任何人都有这个机会去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我们吃东西的过程中，食物进到嘴巴、进到胃，它的环节到底是怎么走、怎么去运作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身体是气管这个结构是非常的精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前面这个地方是气管。那气管很简单，它就是呼吸经过我们的肺，进到我们的肺。那气管的后面才是食道。那所以食道是通向我们的胃。
所以它是一个前后的位置。那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其实当然气管是要保持一个通畅跟顺畅那但是吃东西我们的过程其实它非常精密跟复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简单来讲呢，会把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吞咽功能分成应该说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很重要，也是最简单，就是我们的口腔那口腔其实工作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咀嚼的动作，牙齿去咀嚼，把我们的食物这些东西去咬碎。那舌头的功能就是把它卷下去，把这些食物去吞进去，往后送。所以如果你牙齿不好，这在中老年族群也很常看到，牙齿不好，然后舌头比较没有力量，舌头控制力量不好的时候，或是有些人中风或是说他一些颜面神经麻痹这些控制有问题的时候，那食物的残渣会一直卡进去我们的嘴巴，那还没有准备好，它就跑到我们的咽喉，它就走错路了。好，那进到咽喉后更重要，因为食物它会通过我们的咽喉后，它会经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关卡，就是说它有一个食道跟那个走下去，另外一个是气管这个通道。好，那咽喉会有肌肉层把食物往里面送那其实这里有一个结构叫做会咽软骨啦它会盖住我们的气管。好，那盖起来以后，我们才能顺利的走过去，照我们安全通道，最后才进到食道，进到胃。所以很多时候患者会觉得说，他吞的过程中，他会卡卡的，因为这道通路其实它包括吞咽的肌肉萎缩，那舌头牙齿的功能都变差，所以复合加起来后才会出现这些的问题。是，其实刚才邱医生您在解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牙齿可能它的咀嚼功能变差，有时候它就会可能咬不是很碎或者是说各种情况，像我们自己有时候喝水的时候也很容易呛到之后呢，你就感觉你的水是流到了气管里头了。我想大家也可能都有这个经验，不仅是喝水，有时候我们自己口水也会被呛到，所以大家针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其实像我们讲说，长辈如果有吞咽困难之后呢，他们也会害怕呛到，所以就说会挑选食物，或者是根本就少吃少喝。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足，然后因为不足就会变肌肉变少所以连吞咽这个肌肉呢也会更加没有力气。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邱医师，是否我们会形成就是越吞不好越不敢吃，然后越不敢吃越没力吞的这种一个恶性的循环？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对，其实这个在临床上蛮常看到的，我们俗称就是肌少症造成的一个吞咽困难。那我以我自己的门诊为范例，那我的患者其实除了有一些包括是中风的神经退化的疾病以外，最近有一个比较特殊性的，他是那个脑性麻痹的患者，那他合并一个叫神经纤维瘤。那这种类型其实是一个基因遗传的疾病那其实他蛮特殊的，也是蛮辛苦的一个，我都觉得他蛮辛苦的一个患者他之前在年轻的时候大概是体重也大概跟我们一般女性一样，大概大概50公斤上下。可是因为神经纤维瘤会随着年纪它增加的时候，它那个神经如果纤维瘤长的位置不太对，它会影响到包括我们的行动肢体的功能这些部分。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常常去吞咽呛到，又合并脑性麻痹，吞咽呛到的过程一直反复，那有时候住院，有时候一直反复，有刚刚说到吸入性肺炎的问题，所以他后来变成有一点点类似我们说心理上是有恐惧吃东西，对我们来讲吃东西是一个很开心的行为，可是对某些患者来讲吃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恐惧的行为，所以他会选择说我只吃他认为安全的食物例如像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要吃一些好吞的食物，但是好吞的食物通常并不是真的营养价值充足的食物，例如像可能一些比较粥或是比较软的面条这些东西，其实反而对我们的消化吸收其实坦白讲是不够的，那甚至又缺乏蛋白质所以这种进食量大量减少，然后极度不均衡的问题下，其实很容易造成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肌少症那个患者就很特殊，他从50几公斤掉到大概20几公斤那个速度非常的快，到后来怎么办？就只能装鼻胃管。可是他鼻胃管因为不舒服，他已经装了今年应该第3年、第4年了，所以他有时候不舒服会住院的时候，就是打营养点滴的方式来补充体力
那体重就是可能在30到35之间来回，但是也很难真的让他体重真的养下去，因为吞咽的功能其实已经丧失了，尤其我们鼻胃管放越久，其实吞咽的功能能力肌肉也萎缩了。那他自己已经有一点类似像忘记怎么吃，甚至有一点类似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恐慌，所以这个其实在不只是中老年族群，甚至在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患者大概才50岁上下，其实他就出现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对长辈来讲风险跟压力是很大的问题在。是，其实您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在想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身体如果没有太久没有使用，也会出现一些肢体不太灵活，就是也需要复健，所以包括我们的吞咽，我们的吞咽肌也是需要，就是也是需要经常的去使用它。那么我请教一下邱医师，会不会有人就是先出现吞咽困难，或者是他喝水经常的呛到，然后发现进一步去您的门诊检查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有帕金森氏症，甚至包括失智症、肌少症这些问题呢？其实有门诊上，其实很多患者他分不清楚他呛到的原因。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像我们门诊上大概有数位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那帕金森其实典型的问题包括写字出现一些异常，那有可能开始出现一些吞咽的障碍，他的舌头开始灵活度会下降，所以他吞东西会越来越慢。那有一些特殊就是口水会不自主的流出来，所以他到门诊上，他出现这些症状，才发现说，他是帕金森导致这些症状的。那失智症其实更常见的，失智症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忘记事情这个行为而已，他甚至会忘记怎么吞东西，所以他们会有一个习惯，我们会发现到说，家人会发现他把食物含在嘴巴里，含很久不吞，因为他的脑袋没办法去认识说，我吃的是食物还是吃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吞咽的感觉变得很迟钝。那这种其实也很容易造成吸入性肺炎。那有一些包括比较特殊的疾病，罕见疾病都是神经性的疾病，包括渐冻人啊，一些肌少症这些部分，它也是因为会出现说，吞咽的过程中，家人发现说，他吞东西速度越来越慢，那有可能也是说他吃到一半的时候，他肌肉已经越来越无力了，所以他开始吞的东西变困难，变呛咳，所以就心理跟生理会互相影响到，所以都是有可能出现的症状的。是，所以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的，就是失智症啊，或帕金森氏症，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叫重症肌无力，这个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吗？对，重症肌无就比较特殊，它是一个比较偏向自体免疫啦。自体免疫疾病其实就是说它的肌肉会比我们常人更容易感觉到疲劳，所以它其实跟刚刚肌少症其实很类似，它吞咽会没有力量，也是因为喉部的肌肉吞咽没有力量，所以它会开始吞得很慢跟呛咳。所以即使是过程症状很类似，但是检查上面就会很难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去造成的。对，是，所以我想，其实除了疾病之外，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不小心去呛到，所以这个吞咽的问题还是要特别注意。但是请教一下邱医师，如果我们感觉喉咙卡卡的，就是出现吞咽困难吗？或者是说有哪些情况，像有吃东西然后卡在胸口，吃饭啊，然后可能就会咳，这个是不是也是吞咽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吞咽功能已经衰退的一些警讯呢？有哪些警讯可以提醒我们呢？其实一般来讲，先不要太担心，多数喉咙卡卡的感觉，可能像有一个异物感啊，那最多就是胃食道逆流，这是大概7到8成，包括可能我们这类型的年纪的族群最容易遇到叫胃食道逆流。那通常就是因为压力啊，吃东西的那个习惯不太好，可能没有细嚼慢咽的问题造成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吞咽针的功能有出现障碍，客观上来讲，通常会建议几个常见的症状，就是给我们的患者或是患者家属注意。就是第一个，他会常常清喉咙，那吃东西时间变长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以前吃半小时，现在可能要吃到1个多小时。因为对他来讲，吃东西咀嚼是很费力的工作。第二个会说，食物有时候留在口腔，有点类似残渣出现，这种也是通常因为舌头啊吞咽功能变差。不过临床上我们其实还会建议说，我们的患者其实还会有一个叫做进食的评估量表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的量表，让民众可以能够去筛检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吞咽障碍的问题。
那其实量表就像我们上面显示，就是说，它是一个10分，它就 assessment tool， 就是一个10分的量表。那0就是没有问题，1就是有轻微的，那到1、2、3、4就是非常严重。那我们大概会把这个问题分成10个选项给大家去评估。那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包括吃东西我们吞咽的时候会导致吞咽问题让我体重变轻，或者说吞咽的问题让我影响到一些外食啊用餐的能力，然后吞东西喝饮料会需要费力，吃固体食物要很多力气，吞药会很多力气。那吞咽会造成疼痛，那吞咽让我们没办法享用餐，进食的时候会有东西黏在喉咙，进食的时候会咳嗽，吞咽的时候会感觉到有压力，所以用这个指标10分来去评估。如果总分小于3分，基本上不要太担心，吞咽功能大概还 OK。那如果大于3分的话，你可能潜在上可能出现吞咽困难的问题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初步给民众分析看的表格，细节还是要到医院给医师来判断会比较准确安全一点点。对。是，刚才其实医生讲的这个进食评估量表，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或者是您注意你自己家里的长者有没有这些，如果出现了多个以上的，可能就要特别注意。那甚至如果他真的出现吞咽困难，还是尽早来跟医生来做沟通，看看有什么样可以帮助到他们。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跟邱医生来讨论，到底要怎么来帮助这些朋友。那在继续跟邱医生讨论下一个话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最近很多人跟啾啾反馈说，这个我推荐的眼贴，它真的是贴了之后呢，眼睛得到很好的照顾。其中有个阿姨，她最近有打电话给我，她说：“啾啾，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推荐了你给我推荐的这个眼贴，就我贴了之后，本来我眼睛特别干涩，然后之后她觉得她的眼睛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那另外有一位阿姨，她也跟我说，她之前有一点飞蚊症的这种困扰，后来她认真的使用这个眼贴呢，就感觉很改善了。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还蛮高兴的，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像我们看电脑太多啊，时间太长了，眼睛会干涩。那当然我就会把它贴上去，放在我们的桌子前面。这个是100%草本的成分，那里面有甘草啊、古精华呀、冰片等等的，就里面有这样一颗一颗的，就是您可以看到这一个一个，然后你就把它平常就是把它打开来，贴在眼睛的一些穴位的部分。像我们有时候就是中医生都告诉我们说要贴在哪一个就是穴位的部分进行按摩。那这个呢，对于就是200度以下的假性近视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如果你的眼睛干涩或疲劳，贴上大概5分钟左右就开始湿润，这上面有一个告诉你贴在哪一些位置，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就是可以爱护你的双眼。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白天贴这样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你可以晚上贴，就是大概11点钟赶紧醒醒。如果你不想要贴过夜，就是回家之后再贴，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舒缓一下，保护一下你的眼睛。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我们现在有一个折扣码，就是 JO5 就可以拿到5块钱美金的1盒的一个折扣。好，那就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点击影片底下留言区。好，那我们继续跟邱医生讨论刚才的话题。如果说万一我们的民众真的感觉怀疑我们自己有吞咽困难的话，刚才讲到赶快去找医生嘛，到底要挂哪一科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最重要其实应该看的就是叫复健科，因为复健科基本上都会给患者在安排说有一些包括语言治疗，我认为这个很重要。语言治疗师他不是只有教包括一些语言的沟通训练，他甚至包括吞咽肌肉的训练，那他会调整吞咽的姿势，甚至这些都是他们的专长。所以复健科其实对这类型的中老年患者族群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其他可能有一些医院有一些高龄医学科这些部分，其实也都是可以去介入的一个科别。对。是，所以可以找复健科医生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呀，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吞咽困难的问题。那么请教一下就是邱医生，中医在吞咽困难的治疗中，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听说有好像也推这种五管人参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吗？对，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在台湾
装鼻胃管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居家，然后中老年族群或是护理、照护、长照的机构里面，那住院的包括门诊系统跟住院系统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的人是用管罐来喂食。那所以其实台湾有在包括那个厚生基金会有在推动一个叫无管人生，那其实是一个说希望我们能够让患者能够重新享受进食的乐趣。那其实及早的训练对于拔管包括鼻胃管的部分其实都是很有机会，尤其是在前3到4周的时间内赶快进行包括中医的复健，或是像刚刚讲到的一些复健科语言治疗师的训练，这都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像在我们医院的护理之家，我们都会尽量给患者提早搭配中医的针灸来提早训练。其实针灸对于局部的肌肉训练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它可以针对我们一些喉部的穴位。那如果有些患者他怕痛，或是说可能比较瘦一点点，做针灸可能会风险性比较高。那其实可以透过很多像中医的雷射针灸这类型东西去照射，那去刺激我们的局部的吞咽能力。那其实及早处理、及早治疗。那在我们医院一直在推动这个无管人生的计划，其实帮助很多的中老年族群能够在更好的恢复进食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也需要继续努力，尤其是高龄化社会更需要去把这一部分去做得更完善的一个目标。哇，无管生我觉得听起来就真的是很棒，因为其实有一些老人家，你看有一些他真的是有吞咽困难，或者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他插着鼻胃管，其实对他来说，身体上的承受是一回事，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承受，他可能觉得这个很没有尊严啊，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所以这一点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推崇，就是如果家中有这种发现有一些吞咽能力慢慢退化的话，可能赶快去做进行一些治疗，针灸，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能力找回来。所以请教一下，如果我们真的进行治疗，吞咽的能力可以像肌肉一样就是练回来吗？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训练方法可以来指点我们呢？好，对，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吞咽能力是真的可以练回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口腔、咽喉、颈部这些都是肌肉，跟我们的手脚四肢一样啊，这都是骨骼肌。那其实你有去练肌肉，肌肉当然就恢复跟增生。好，那如果有阻力的训练，其实我们的咽喉吞咽的肌肉群也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牢固，只是我们通常不会刻意去训练，所以很容易忽略掉。所以其实我们会在临床上也常常去教患者要去训练我们的咽喉。那其实要训练咽喉的方式最简单的，其实就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示范，我们拿一个拳头放在下巴去做一个收缩，去做一个夹的动作。好，那吞咽的功能其实跟我们这个往下收缩这个压的结构非常的类似，所以说请患者说，很简单，你拿个拳头去做夹这个动作，反复做。好，那其实有做有差，尤其是中老年族群，他可能看电视的时候啊，休息的时候，就去做这个反复做夹的动作，慢慢去训练我们的咽喉的一个吞咽的能力。所以拳头放下巴去做夹紧，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那还有很多的训练方式，那其实我们有一些训练方式，有一个叫做用力去吞咽的法。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患者去想象，这个可能有一点想象力，想象说我们想象嘴巴含一颗，你可以想什么球都可以，可以吞高尔夫球，可以吞网球都可以。用力去想象，去把它吞进去。这个我比较不能用表演的给大家看，要一点想象力，去想象说把用力吞下去，但你吞下去的不是真的球，而是把你的口水去吞下去。所以其实我们鼓励长辈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才这样子做，平常就应该请他们去做训练这个动作。那另外一个叫咬舌吞咽法，就像我们图片看到，它其实很简单，也是希望各位长辈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把舌尖微微的伸出，那用门牙咬住舌头后去吞口水。我们希望每个人现在开始做看看，其实说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你舌头是咬出来的，但门牙咬着，但是你去吞口水，这两个要同步做哦。所以其实要训练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啦。但是对长辈来讲，其实常做训练会有差别的。
哇，哎，邱医生，这3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就是按您说的，然后就把手啊，就是这个拳头放在底下，就好像哎，你这边下颚的部分啊，然后一直到喉咙这个位置就有被训练到，还有这个感觉，你好像自己想象一下，就是吞一颗球啊，或者是吞一颗鸡蛋好了。然后另外就是伸出这个嘴唇啊，这个舌头，哎，我觉得感觉我的这个喉咙这个肌肉啊，有是被训练到，所以希望大家不用喝水，也不用吃，真的实际去吃东西，你就让您家中的长辈去做一下训练，真的可以训练到你的这个喉咙吞咽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好好的学习，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因为就自从我吃蛋感觉卡住之后，就是我一定要。因为吞咽真的很容易呛到，当然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急救法，但是自我训练，我觉得可以不仅长寿，而且你的长寿的你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得很好。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在家里好好的训练。那另外呢，很多人哦，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长辈呛咳的时候，就可能就拍背，然后喝水。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可是请教一下邱医生，这样做可以吗？其实这个也是要跟大家一直去强调，喝水有时候你看到长辈被呛咳，那我们一直拍背，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其实有时候一不小心，你吞到的东西反而被拍了以后更往下，直接掉进去你的气管里面，居然刚好进到肺，就变吸入性肺炎。所以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方式。那所以我们切记也是说，希望患者记得，我们不要每次患者呛咳的时候马上就拍背。也不建议马上喝水，原因也很简单，你有可能把东西继续往下冲，那时候气管跟食道已经错乱，它已经分不出来的时候，它直接进到我们气管里一样，马上就变成吸入性的肺炎。那当然也不建议直接去挖喉咙，当然有可能局部会去伤害到，那甚至说你这样挖的反射动作，它不见得不见得对他的咳是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我们对长辈怎么呛咳的一些遇到的改善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我们都鼓励患者去用力去咳嗽，咳嗽这个动作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请他自主。如果他呛的位置没有非常的深，那其实用力咳嗽这个行为，那身体微微的往前，它其实就可以把食物很顺利排出去。所以千万不要急其实急的时候，它反而会用得更差。好，所以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旁边辅助，就忍不住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啊，或者是说我们就让他说咳嗽，身体往前倾，这样就可以是吗？对，那请他用力去咳，患者的主动咳最简单。当然，如果真的已经呛到很严重了，其实还是要建议赶快去拨119，或是说做一些类似像我们最常建议的就是做那个哈姆立克法这些部分来做急救，这样才会比较安全。对。是，那哈姆立克法，我可不可以请稍微邱医生？因为很多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在推行哈姆立克法，也救了很多小朋友，有一些长辈，那可不可以稍微快速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哈姆立克法要怎么做，您可以快速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其实哈姆立克法通常就是说，我们要像我们图片中一样，用站在患者的后背。那有一点类似一个弓箭步踩在长辈的就是两个双脚之间，那用手握拳，那往肚脐跟我们的胸骨剑突之间的腹部去往下快速的往内跟往上挤压，瞬间的动作去把肺部的空气压力挤出来，让那个食物异物去喷出来。所以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像我们图片上的，有往内跟往上这个动作，去快速挤压，把异物呛咳排出来，这是哈姆立克法。是，所以就说，万一真的遇到呛咳的情况之下，或里面有异物，千万不要就是帮他拍背，让他赶快咳嗽往前倾，然后再来就是赶快叫救护车，另外就是赶快做哈姆立克急救法。我觉得这个是这几个动作大家一定要学起来，不仅是助人，也可以帮助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好，那另外呢，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开始有谈到，就是长辈如果吞不下，就干脆就煮稀饭，或者是汤泡饭等等的。那这些确实看起来还蛮柔软的食物，其实呢，安全嘛，有没有其实有一些隐藏的一些陷阱呢？
其实我们很多的食物都以为说，对患者是好的，但是其实上非常危险。最常见就是我们会不喜欢患者去吃一些类似比较松软的然后容易掉屑的食物，这个是松软掉屑食物，其实最常见像什么绿豆糕啊、蛋卷啊、千层派这些都算在里面。那还有这个液体跟固体去混合的食物，其实非常不建议，包括像稀饭、汤面、汤泡饭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容易去呛咳到的东西。那再来有一些粘性的食物，例如像麻薯、麻糬、汤圆、年糕这类型东西，其实或是有一些东西像面包裹很多花生酱这种东西，果酱这种东西，其实都容易去呛咳到我们的喉咙。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入口后质地会改变的，像什么？像冰淇淋。冰淇淋乍听之下以为说很好吞，其实错了。它进到嘴巴它是固体，但是很快会转变成液体。这对长辈来讲反而是一个很高风险的行为，他没办法很好去分辨这个食物转化的过程。果冻也是一样的意思，它入口的时候，它可能固体，吞下去很快就变碎、变小、变散，它就变成一个类似软性的东西。这个东西也是有呛咳的高风险来源。再来就是有一些高纤维带皮的食物，很多像包括芹菜、竹笋、葡萄、带皮的葡萄、番茄这些东西，其实它们对吞咽都算是容易呛咳影响到的一个食物来源，所以这个都是长辈要吃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帮他们特别去注意，甚至提醒他吃东西要放慢速度，才有比较安全一些。对。哇，其实刚才邱医生您提到像什么绿豆糕啊、蛋卷啊、千层派这些，还有麻薯啊。这些汤圆，这些都是长辈还蛮喜欢吃的，他们会觉得是比较安全的。那冰淇淋更不用说，所以大家长辈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不是说不能吃，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咀嚼的一些问题哦，千万。那如果说长辈真的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邱医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谨记着吞咽功能，它其实是从口腔第一个关卡定口腔，所以咬的速度一定还是要放慢，咀嚼牙齿的部分一定要把它咀得比较碎、比较软一点点，然后再慢慢的吞。所以其实以前我们一直学到细嚼慢咽，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这句话永远都适用，不管是小朋友、中年还是长辈，这都是避免造成一些吸入性肺炎最重要的一个根源。是，我想其实刚才呢，其实邱医生今天从怎么呛咳，然后怎么训练我们的咀嚼肌，然后一直到提醒我们有哪些饮食中大家要特别注意，真的是非常珍贵。那当然我们有观众说有提到说少吃精致食物，多咀嚼原形食物可以帮助身体健康。我想其实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平常我们的饮食就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今天其实邱医生我坦白说，我也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对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也会慢慢年纪长嘛，或者是我们家中也有小孩也有长辈，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可不可以请邱医生来简单的帮我们一个总结，做个简单的提醒好吗？好，那其实吞咽功能一直是我们很在乎长辈的一个重点关注重点，因为它真的结合包括任何神经退化疾病、肌少症这些部分，全部都会影响到，甚至影响到心理。那刚刚我们提到说，对于长辈，其实吞东西如果是一个压力，那非常非常的辛苦，甚至装鼻胃管其实也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都还是会建议说，希望所有的患者记得，其实吞咽这个东西是可以训练的。可是如果你没去适度的训练，它就只会越往越差的方向去走。那怎么训练？其实，在我们的长照政策，在我们推动无管人生这些概念来讲，它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一定要在医院里做好学习的每一个步骤，而不是说自己去说我们担心吃到这些东西就呛咳，就什么都不吃，这个行为是只会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差。所以其实还是希望提醒大家说，我们从年轻可能中年开始要慢慢养成这些习惯。那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要找专业临床的医师去协助，才会比较能够让我们顺利度过这些难关。是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邱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其实我想开放一个给大家提问的机会，因为也许不是每一个人现在都在看直播，但是有可能他事后来看到之后，他有任何关于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希望你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请邱医生来帮我们整理一下这些问题，请邱医生来帮我们回答。因为我觉得家里有长辈的人很多，然后照顾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不仅是说只是说他可能行动不方便，其实在生活上
上有很多需要照顾的细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留言给我们，我们会请邱医生未来有机会再帮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邱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又详细的解说，谢谢邱医生，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我想，其实说到吞咽困难，真的是不只是说年纪大了吃东西比较慢而已。如果您经常感觉到他喝水有时候会呛到，或食物呢含在嘴里，一顿饭吃得好像越来越久，而且他的体重呢有一点点莫名的下降，或者是甚至发现这种反复发烧啊，这个就要稍微提高警觉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看到家人呛到，不要急着拍背或赶快喂水，也不要伸手赶快挖。还记得，如果患者还咳的话，可以让他身体稍稍往前倾，鼓励他自己咳嗽。如果已经不能咳出声，不能说话，呼吸有点困难，当然要立即叫救护车，或者是使用哈姆雷克急救法，一定要早点发现哦，用对方法，然后调整他的食物跟吞咽的训练。今天这个吞咽训练很重要，我想就可以慢慢的改善了。我想今天呢，大家学习起来，可以帮家人避开一场危机，甚至是帮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如果您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帮忙分享给身边呢有长辈的朋友，让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大家的健康。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看，离线前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